东汉末年，烽烟四起，群雄逐鹿。乱世之中，一位红面长髯的将军策马疾驰，于万军阵中直取敌将首级，刀锋过处，胜负立分。这极具冲击力的画面，从此深深烙印在历史的记忆里，成为勇武与忠义的永恒图腾。只是，当我们拨开《三国演义》铺陈的文学迷雾，穿越1800年的历史烟云，会发现真实的关羽远比神话更具张力。他是能以一己之力威震华夏的旷世猛将，却也是因刚愎自用兵败麦城的悲情将领，是挂印封金、誓归救主的忠义典范，却也是轻慢盟友、激化矛盾的傲慢统帅。当历史的真相照进传说的光环，我们看见的不再是完美无缺的神奇，而是有血有肉、可敬可叹的时代英雄。他出身微末，却凭一身胆识跻身权力核心，成为影响时代走向的关键人物。他曾亡命天涯，却以忠义二字为信条，最终名垂千古。关羽的崛起之路，正是对那个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动荡时代最生动也最深刻的主角。今天，让我们循着正史墨迹，追寻这位从凡俗武将走向精神神坛的名将，看他如何以矛盾重重却又光芒万丈的一生，在汉末乱世中书写一段忠义与傲慢交织、辉煌与陨落共生的英雄史诗。关羽，字云长，生于河东郡解县，今山西运城。河东地处华夏文明腹地，自古民风剽悍，侠义之风盛行。关羽骨子里的刚烈、重诺与侠义，正是植根于这片文化土壤，最终孕育出他豪迈不羁、勇毅果敢的性格底色。只是关于他的早年生平，正史记载极为简略，仅知他因早年犯事，被迫离开故土，辗转流亡至幽州涿郡，今河北涿州。这段颠沛流离的逃亡岁月，虽充满未知与艰辛，却磨砺出他坚韧的意志，更在他性格中埋下了敏感与自尊交织的伏笔。出身微末又身负暗敌，让他对他人的轻视格外敏感，也因此格外看重尊严。这种尊严既体现为对自身武艺与品格的绝对自信，也表现为对轻视者的强烈排斥。日后他对寒门官员的轻慢，对东吴的傲慢，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早年经历催生的性格特质。他习惯以强者姿态捍卫尊严，却忽略了不同情境下柔软处事的必要性。而河东故土的任侠仗义之风，又让他将重诺视作立身之本。这份诺言是对刘备的生死相随，是对曹操的先报后离，也成了他性格中最耀眼的忠义底色。只是这份底色始终与刚硬的性格棱角相伴相生。涿郡是北方重要的军事要地与交通枢纽，商旅往来频繁，消息灵通，恰好为关羽的命运转折提供了契机。在这里，他与刘备、张飞相遇。刘备虽为汉室宗亲，却早已家道中落，靠织席贩履谋生，心中却藏着匡扶汉室、安定天下的远大志向。张飞是当地豪强，性格直率豪爽，更有一身过人武艺。三人志向相合，意气相投，虽无《三国演义》中桃园结义的戏剧性情节，情谊却胜似兄弟。据《三国志·裴松之注引父子记载，他们的关系远超寻常君臣，寝则同床，恩若兄弟。这份兄弟情谊奠定了刘备集团最初的核心凝聚力。公元184年，黄巾起义爆发，战火席卷全国，天下陷入大乱。刘备在家乡涿郡召集乡勇，组建义勇军，响应朝廷号召，参与镇压黄巾军。关羽与张飞得知后，
毫不犹豫地加入刘备阵营，从此开启了三人波澜壮阔的军事生涯。在镇压黄巾的战场上，关羽首次展露锋芒。他凭借过人的武艺与不惧生死的勇气，每逢战事必冲锋在前，在乱军之中屡立战功。也正是这段经历，让他逐渐从普通士卒中脱颖而出，成为刘备军事集团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将领。黄巾之乱平定后，刘备凭借军功被任命为安喜县尉，关羽与张飞始终如影随形，追随他奔赴任所。只是彼时的刘备势力微弱，只能在各路诸侯间辗转依附。后来他投奔昔日同窗、时任幽州牧的公孙瓒，才获得相对稳定的发展机会，被公孙瓒表荐为平原相。也正是在这一时期，关羽迎来了仕途上的第一个正式军职，别部司马，与张飞一同统领刘备麾下的部曲。这段日子里，三人的情谊愈发深厚，依旧保持着寝则同床的亲密无间。而在公开场合，关羽与张飞总会分立刘备两侧，忠心侍卫。无论刘备需奔赴何地，应对何种险境，他们都毫无惧色，始终相伴左右，成为刘备最坚实的依靠。随着势力逐渐站稳脚跟，刘备的人生迎来了第一次执掌一方的机遇，而这机遇恰与一场复仇之战紧密相连。公元194年，曹操因父亲曹嵩在途经徐州时被陶谦部将杀害，怒而举兵征讨徐州。时任徐州牧的陶谦无力抵挡，紧急向刘备求援。尽管刘备麾下仅有1000余人马，却仍带着关羽、张飞驰援徐州。巧合的是，曹操大军刚至徐州，后方就遭到吕布偷袭，被迫撤军回防。陶谦感念刘备的雪中送炭之情，又深知自己无力守住徐州，在病逝前力主将徐州托付给刘备。就这样，刘备正式出任徐州牧，关羽也随他来到徐州，凭借多年的信任与能力，成为刘备治理徐州、稳固防务的重要助手。可徐州地处中原腹地，南接袁术，北临曹操，西连吕布，堪称4战之地，局势的复杂远超刘备预料。公元196年，军阀吕布在袁术的暗中支持下，突然率军偷袭徐州重镇下邳。刘备仓促回援，却未能挽回败局，无奈之下只能向吕布求和。最终，刘备被迫接受吕布的安排，率部驻扎在小沛，而战略要地下邳则交由关羽驻守。关羽不仅要代行下邳太守之职，还要守护城中的粮草与百姓，成为刘备在徐州仅存的重要据点守护者。暂时的妥协只是权宜之计，刘备从未放弃夺回徐州的念头。公元198年，刘备看清吕布反复无常的本性，决定与曹操联手，共同征讨吕布。经过数月激战，吕布最终在下邳城破后被俘处死。但与曹操的短暂合作，让刘备更清楚地认识到对方的野心。曹操绝不会容忍一个拥有自主势力的汉室宗亲存在，自己在曹操麾下迟早会陷入险境。不久后，曹操命刘备与大将朱灵、陆昭一同率军截击袁术。刘备抓住这个脱离曹操控制的机会，在行军途中突然叛离，率军返回徐州，袭杀了曹操任命的徐州刺史车胄，再度夺回徐州控制权。这一次，刘备依旧将核心据点下邳交给关羽驻守，自己则返回小沛统筹全局。可见他对关羽的信任早已深入骨髓。刘备重聚徐州的局面并未持续太久，一场更大的危机很快接踵而至。公元200年，曹操在稳定中原局势后，
亲率大军东征刘备。此时刘备麾下兵力远逊于曹操，仓促应战的结果可想而知。交战不久，刘备军便因实力悬殊全线溃败，他的妻小被曹军俘虏，自己则被迫突围，一路逃往袁绍阵营寻求庇护。而驻守下邳的关羽在失去外援、孤立无援的绝境中，虽率部奋力抵抗，最终还是因寡不敌众被曹操生擒。曹操早闻关羽万人敌的威名，对他的武艺与品性极为欣赏，一心想将其收归麾下，不仅以厚礼相待，还直接任命他为偏将军，试图用恩义感化，让他真心归降。可曹操的后代终究没能动摇关羽心中的坚守，他虽暂时留在曹营，却始终未忘与刘备的旧恩，从无久留之意。曹操察觉到关羽的心思，却不愿轻易放弃，于是特意派与关羽私交甚笃的张辽前去试探。面对张辽的询问，关羽毫无隐瞒，坦诚道：我深知曹公待我优厚，但我受刘将军厚恩，早已立誓与他同生共死，这份情谊绝不可背弃。我终究不会留在曹营，不过在离开前，定会为曹公立下功劳，以报答他的知遇之恩。这番话尽显关羽刚直不阿的性格，他不屑于用虚与委以掩饰本心，也不愿以利益权衡动摇信念。这种心口如一的坦荡，正是他国士之风的核心。但这份刚直也带着不妥协的固执。他明知曹操可能因他的坦诚而提前设防，却仍选择直言不讳。他明知离开曹营前路艰险，却仍坚持先报恩再离去的次序。这种认死理的性格，让他在忠义上成为典范，却也让他在复杂的政治博弈中显得不通权变。他不懂迂回，也不愿示弱，日后襄樊之战中拒绝孙权联姻，不愿向刘封低头求援。正是这种刚直性格在更大舞台上的延伸，最终将自己推向孤立无援的绝境。张辽将这番话如实转达给曹操，曹操非但没有生气，反而对关羽的忠义愈发敬重，只是心中仍存一丝侥幸，希望能通过更多恩宠留住这位猛将。这份报恩的机会很快随着一场战事到来。同年，袁绍派大将颜良率军进攻东郡，将太守刘延围困于白马，经河南滑县东，局势危急。曹操亲率大军驰援，任命张辽与关羽同为先锋，迎击颜良。两军对垒时，关羽在阵前望见颜良的徽盖，那是敌军主帅的标志性旗帜，当即策马疾驰，如一道黑色闪电般冲入援军阵中。三国之用，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，这短短9字记载此战，一个刺字精准道出行动的快、准、狠。这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武将单挑，而是一场斩首行动的突袭。关羽凭借超凡的勇力与判断力，在千军万马中精准锁定敌军指挥核心，一击斩杀颜良，瞬间瘫痪了援军的指挥系统。随后他取下颜良首级，在援军的惊愕混乱中安然突围，返回曹营。这里需特别厘清一个史实，民间广为流传的关羽诛文丑并非正史所载。据《三国志·武帝纪》和《三国志·袁绍传》记载，文丑是在后续的延津之战中被曹操军队击溃，最终死于乱军之中，与关羽并无直接关联。《三国演义》为强化关羽的勇武形象，才将文丑之死附会到他身上，虽让故事更富戏剧性，却偏离了历史事实。事实上，仅凭斩颜良、解白马之为一役，足以彰显关羽万军之中许上将首级的绝世战力，无需额外增添情节。经此一战，关羽威名震动天下，曹操也不吝封赏，当即上表朝廷，
封他为汉寿亭侯，这是东汉朝廷正式授予的爵位，也是对他战功的最高认可。对于汉寿亭侯这一爵位，关羽终其一生都极为珍视，即便后来归蜀，成为刘备麾下权重一时的大将，他在公开场合仍常以汉寿亭侯自称。这并非留恋曹操的恩宠，而是因为此爵是东汉朝廷正式册封，代表着正统皇权对他战功的认可。在关羽心中，这个名号不仅是荣誉，更是对匡扶汉室理想的呼应。他始终以汉室臣子自居，这份对正统的执念与他对刘备兴复汉室大业的忠诚一脉相承。后来他镇守荆州时，麾下将士的旗帜、文书中也常标注汉寿亭侯字样，既彰显自身正统身份，也以此凝聚军心。但爵位与战功终究留不住关羽归心。当他从袁绍军中得知刘备的下落时，便毅然决定践行初心，离开曹营。出发前，他将曹操赏赐的金银财宝全部封存，还留下一封书信，详细说明缘由，以表辞行之意。随后便带着刘备的2位夫人，踏上了寻找救主的旅程。民间流传的千里走单骑，过5关斩6将，虽在正史中无详细记载，但关羽挂印封金，誓归救主的忠义之举，也足以彰显其品格。曹操的部下得知关羽离去后，纷纷请求追击，曹操却摆手制止。他深知关羽的忠义，不愿以武力强留，最终放任其离去。历经波折的重逢，并未让刘备与关羽迎来安稳。此时的袁绍集团看似强盛，内部却派系林立，矛盾重重。刘备虽身处其中，却始终未获重用，甚至处处受制。他深知，若长期依附袁绍，不仅无法实现匡扶汉室的抱负，还可能在诸侯混战中沦为牺牲品。于是，刘备以联合荆州牧刘表共抗曹操为借口，征得袁绍同意后，带着关羽、张飞等人离开袁绍阵营，一路南下，投奔刘表。这一次南下，既是为了摆脱困境，更是为刘备集团寻找新的发展土壤，而荆州也自此成为关羽日后镇守多年、与他命运紧密相连的地方。抵达荆州后，刘表虽对刘备以礼相待，却也对其心存忌惮，最终将他安置在新野屯兵。新野地处荆州北部，紧邻曹操势力范围，既是抵御曹军的前线屏障，也便于刘表对刘备进行暗中牵制。即便如此，刘备仍抓住这一机会积蓄力量，他广纳贤才，为集团注入新鲜血液，而关羽则将更多精力投入军队建设，一边整顿军纪，强化训练，一边摸索实战战术。他麾下的部队逐渐成为纪律严明、战力强劲的精锐，成为支撑刘备集团的中坚力量。这段在新野的蛰伏时光，为他们日后应对更大的风浪打下了基础。平静的蛰伏终被打破。公元208年，曹操在统一北方后，立即将矛头指向荆州，亲率大军南下，企图一举吞并江南。在这生死关头，荆州牧刘表病逝，其幼子刘琮在亲信的怂恿下，未做任何抵抗，便向曹操献城投降。消息传来，刘备顿感危机降临，仓促决定率领新野百姓与部下南撤。同时，他特意派遣关羽率领数百艘船只，沿汉水顺流而下，前往荆州重镇江陵会合。江陵城防坚固，粮草充足，是刘备计划中抵御曹操的最后堡垒。可事与愿违，刘备的南撤队伍因携带百姓而行动迟缓，行至长坂坡时，被曹操亲率的精锐骑兵追上，
一场激战下来，刘备军大败，军民四散逃亡。就在这危急时刻，关羽率领的船队及时赶到汉津（今湖北荆门），接应其溃散的刘备等人，一同退守夏口（今湖北武汉），为刘备集团保住了最后的有生力量。夏口的相聚成为孙刘联盟的起点。面对曹操大军压境的共同威胁，刘备最终与孙权达成联盟，共同对抗曹操。这便是改写汉末格局的赤壁之战。战役中，孙刘联军利用曹军船舰首尾相接、移动不便的弱点，巧用火攻之计，曹军水师瞬间崩溃，陆路军队也因疫病与混乱死伤惨重。曹操无奈之下，只得率领残部退回北方。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，再也无力组织大规模南征。赤壁之战的胜利为刘备集团带来了转机，他趁机率军夺取了荆南4郡：长沙、零陵、武陵、贵阳，又从孙权手中借得战略要地南郡，终于在荆州站稳了脚跟。论功行赏时，刘备将守护荆州的重任交给关羽，拜他为元勋，任命其为襄阳太守、荡寇将军，驻守江北。当时襄阳仍被曹操控制，关羽的襄阳太守虽为虚职，但其驻守的江北区域却是抵御曹军南下、监视孙权动向的战略前沿。他肩上扛起的是整个刘备集团在荆州的安危。因为深知荆州防务的重要性，关羽上任后便将精力集中在军事建设上，其中最关键的便是重修江陵城。江陵作为荆州的核心据点，其防御能力直接关系到刘备集团在江南的根基。关羽亲自参与城池规划，组织军民日夜赶工，不仅将城墙加高加厚，还完善了护城河、箭楼等防御设施，让江陵成为易守难攻的坚城。与此同时，他还针对荆州多水网的特点，大力训练水军，打造战船，操练水战战术，逐步构建起以长江为屏障的防御体系。经过数年经营，荆州的军事力量显著提升，而关羽也凭借这份功绩，成为刘备集团中无可替代的荆州守护者。关羽镇守荆州期间，曾因作战负伤留下隐患。据《三国志·关羽传》记载，他常为流矢所中，贯其左臂，后疮虽愈，每至阴雨，骨常疼痛。医者诊断后认为，箭头的毒素已经渗入骨头，需刮骨去毒才能根除。面对破壁刮骨的剧痛，关羽毫无惧色，甚至在过程中还是照常切肉喝酒，跟没事人一样有说有笑。需特别澄清的是，正史中并未记载为关羽刮骨的医者是华佗，但据《三国志·华佗传》记载，华佗在公元208年已被曹操处死，而关羽刮骨疗毒发生在镇守荆州后期，二者时间线完全不符。《三国演义》为强化神医救英雄的戏剧性，刻意将华佗与刮骨疗毒绑定，实则为文学虚构。正史中无名医者的记载，更凸显了关羽谈笑自若忍剧痛的非凡意志力。这种坚韧不仅是武将的勇武，更是他能长期镇守荆州、抵御强敌的精神支撑。刘备集团在荆州的根基建稳时，新的机遇与挑战一同到来。公元211年，益州牧刘璋因畏惧张鲁势力，派人邀请刘备入蜀相助。这是刘备实现跨有荆益战略的关键契机，他当即决定亲率大军入蜀，荆州则交由诸葛亮、关羽、张飞、赵云等人共同镇守，其中关羽承担了最主要的军事防卫职责。彼时关羽需镇守的是荆州5郡：南郡、长沙、零陵、武陵、贵阳。这片区域不仅是刘备集团的后勤补给基地，更是抵御曹操、
制衡孙权的战略要冲，关羽的肩上扛起了整个集团的后方安危。可入蜀之路很快偏离了相助的初衷，刘备与刘璋因权力分配产生裂痕，最终兵戎相见。更棘手的是，刘备在攻打洛城（今四川广汉）军师庞统中流矢身亡，前线战局陷入被动。无奈之下，刘备急召诸葛亮、张飞、赵云等人率军入川支援，原本的荆州留守团队被大幅抽调，荆州的防守重担自此完全压在了关羽一人身上。深知责任之重的关羽，并未只专注于军事防御，而是文武并治。军事上，他继续加固城防，训练水军，确保边境无虞；民生上，他推行利民政策，赢得百姓拥护。据裴松之著《引江表传》记载，他曾主持疏通荆州沟渠，改善农田灌溉，让因战乱受损的农业生产逐渐恢复。对当地士族，他采取恩威并施之策，既吸纳名士潘询参与政务，拉拢人心，也对不服管控的豪强严厉打压，稳定内部秩序。公元215年，刘备击败刘璋，夺得益州的消息传到江东，孙权认为刘备已获新的根据地，便派人前往荆州，索要此前约定的界地。面对孙权的诉求，刘备以得凉州后再还荆州为由推脱，这一回应彻底激怒了孙权，他当即派鲁肃率领大军进驻益阳，强硬索要荆州南部3郡长沙、零陵、贵阳。局势瞬间紧张，刘备不得不从益州亲率5万大军赶回公安，同时命令关羽率领3万兵马前往益阳对峙。孙刘两家剑拔弩张，一场大规模冲突似乎已不可避免。就在战争一触即发之际，鲁肃主动提出诸将单刀聚会，希望通过谈判化解危机。他提议双方兵马驻扎在100步之外，各自带少数将领会面。正史中单刀非关羽专属，而是双方共同约定的礼仪，这既是对和平的争取，也是对双方胆识的考验。关羽深知此行凶险，但为了维护孙刘联盟的大局，毕竟共同的敌人曹操仍在北方，也为了彰显自身气魄，他毅然应允，仅带数名亲随，手持佩刀赴约。会谈中，鲁肃言辞恳切，却立场坚定，言辞谴责刘备集团违背约定不还荆州的行为。关羽则据理力争，强调刘备在赤壁之战中功劳卓著，荆州是应得之地。双方你来我往，争论激烈，关羽却始终镇定自若，既未被鲁肃的气势压制，也未因冲动破坏和谈氛围。这场会谈虽未达成最终共识，却暂时缓解了紧张局势，为后续谈判留出了时间。不久后，北方传来曹操进攻汉中的消息。汉中是益州的门户，若汉中失守，益州将直接暴露在曹操兵锋之下。刘备深知益州安危重于荆州之争，急忙主动与孙权讲和。最终双方达成协议，以湘水为界，江夏、长沙、贵阳3郡归孙权，南郡、零陵、武陵3郡归刘备。这便是历史上的湘水划界，它虽暂时平息了孙刘矛盾，却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荆州归属的核心争议，更像是一场权宜之计，而荆州的未来仍与关羽的命运紧紧捆绑在一起。湘水划界虽暂时平息了孙刘矛盾，但荆州周边的局势并未真正平静。公元218年，许都爆发了一场针对曹操的叛乱，太医令基本等人密谋推翻曹操统治，却因计划泄露，最终兵败被杀。这场叛乱让曹操意识到后方不稳，也更加警惕南方的关羽势力，于是他调任曹仁为征南将军，命其率军进驻樊城，
名义上是防备荆州，实则暗藏讨伐关羽的意图。可曹仁到任后，并未专注于军事防御，反而在南阳郡大肆征调徭役，加重百姓负担，最终引发民怨。宛城太守侯殷与魏开趁机劫持太守造反，还主动与关羽联络，意图联合刘备势力对抗曹操。曹仁被迫回师平叛，直到次年正月才攻破宛城，斩杀侯殷，甚至不惜以屠城手段震慑反抗势力。这场叛乱虽被平定，却暴露了曹魏在南方统治的脆弱，也为关羽后续的军事行动埋下了伏笔。与此同时，汉中战场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。公元219年，刘备与曹操在汉中展开决战。刘备派黄忠在定军山阵斩曹操麾下大将夏侯渊，一举扭转战局。曹操亲率大军前来争夺，却被刘备凭险据守，再加上赵云在汉水劫夺曹军粮草，曹操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，最终只得无奈退出汉中。刘备趁势占据汉中，正式自称汉中王。论功行赏时，刘备对镇守荆州的关羽格外器重，不仅拜他为前将军，还授予假节钺的权利。这意味着关羽可在不请示刘备的情况下，自主调动荆州兵马，决断军事行动，其权力与地位在刘备集团内部达到顶峰。手握假节钺的权力，又目睹汉中之战的胜利，关羽认为北上伐曹的时机已成熟，随即决定发动襄樊之战。他精心部署后方，命南郡太守糜芳驻守江陵，将军傅士仁镇守公安，确保荆州核心区域的安全，自己则亲率大军北上，直扑襄樊。襄樊是曹魏在南方的战略重镇，由曹仁亲自驻守。他深知关羽的战力，一面紧急加固城防，一面火速向曹操求援。曹操接到消息后，立即派左将军于禁率领7军驰援。于禁率军抵达后，屯兵于樊城以北，与曹仁形成内外呼应之势。可天公不作美，当年秋季恰逢连绵大雨，汉水水位暴涨，平地水深数丈，于禁7军营地被洪水淹没，军队建制彻底溃散。关羽敏锐抓住这一天时，立即率领水军乘船猛攻，于禁见大势已去，只得束手投降。随后，关羽又将矛头指向庞德所部，庞德率部顽强抵抗，甚至亲登堤岸厮杀，最终因寡不敌众被擒。面对关羽的劝降，庞德宁死不屈，大骂不止。关羽无奈之下将其斩杀。此役，关羽擒于禁，斩庞德，水淹7军，创下了足以威震华夏的战绩。这一威震绝非虚言，于禁身为曹操麾下外姓将领之首，官至左将军，假节钺。他的投降在曹魏阵营内部引发地震，极大动摇了曹军士气。据《三国志》记载，曹操核心谋士桓阶的弟弟桓瑜在荆州煽动诸郡响应关羽，远在邺城的魏讽甚至试图利用关羽的声威发动叛乱。就连曹魏统治腹地的梁县、嘉县、陆浑等地，也有豪强武装遥受关羽印号，为关羽的支党。关羽的号令已穿透曹魏统治壁垒，从军事威胁升级为政治动摇，直接冲击曹操的统治根基。曹操为此大为震动，甚至一度产生了迁都以避关羽锋芒的想法，直到司马懿、蒋济等人劝谏，指出联合孙权共抗关羽的策略，曹操才打消迁都念头，转而开始谋划与东吴的合作。曹操与孙权的秘密联盟已在暗处成型，而关羽对东吴的轻视与荆州内部的防御空虚，正让一场针对他的致命危机加速酝酿。孙权对荆州的觊觎，从未因湘水化界而停止，
荆州位于长江上游，刘备集团占据此地，如同扼住了东吴向上游扩张的咽喉，彻底打破了孙权全据长江以图天下的战略构想。湘水划界不过是双方暂时搁置争议的权宜之计，而非根本解决方案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孙权下定决心采纳吕蒙的计策，背弃孙刘联盟，暗中策划偷袭荆州。为了让偷袭计划万无一失，吕蒙率先迈出了麻痹关羽的关键一步。他故意对外宣称自己重病缠身，主动辞去荆州前线职务，返回建业休养，由年轻将领陆逊接替其位。陆逊深知关羽的性格，上任后第一时间写信给关羽，信中对其水淹七军、威震华夏的功绩极尽赞美之词，又刻意示弱，自称才疏学浅，初担重任，还望将军多多关照。这番捧杀果然奏效，关羽读信后，认定陆逊年轻无能，不足为惧，对东吴的警惕心大幅降低，竟将荆州后方的大部分兵力调往襄樊前线，导致荆州防务陷入空虚。荆州的空窗期正是吕蒙等待的时机。同年10月，吕蒙率领大军悄然出发，沿长江逆流而上。为了隐匿行踪，他命令士兵脱下铠甲，换上白色布衣，伪装成往来贸易的商人，昼夜兼程向荆州腹地推进。当大军兵临城下时，驻守江陵的南郡太守糜芳、驻守公安的将军傅士仁，早已因此前的积怨丧失了抵抗意志。此前关于北伐时，二人曾因军需供应延误遭到严厉斥责，关羽甚至放言回来后必当治罪，让他们始终心怀恐惧。面对东吴的诱降，二人几乎未做抵抗，便先后献城投降。就这样，吕蒙兵不血刃地拿下了江陵、公安两大重镇，彻底切断了关羽的后路。占领荆州后，吕蒙并未急于炫耀武力，而是施展了更为致命的攻心之策。他严令部下不得侵扰百姓，若有士兵敢擅取民间财物，即便只是拿了百姓的斗笠遮盖棺椁，也被吕蒙含泪处斩，以正军纪。对于关羽及其部下将士的家属，他更是格外优抚，不仅保障其衣食无忧，还派人悉心照料。更妙的是，他允许关羽派来的使者自由出入城中，探望各家亲属。使者返回军营后，将士们从其口中得知家人安然无恙，甚至比往日过得更好，瞬间斗志全无，军心彻底瓦解。所谓立势皆溃，并非因为战场失利，而是吕蒙的政治攻势彻底击垮了士兵的心理防线，让这支曾追随关羽征战的军队不战自乱。与此同时，曹操派徐晃率军驰援襄樊，徐晃并未急于正面交锋，而是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，先假意摆出进攻围头屯的姿态，吸引关羽注意力，在暗中调集兵力突袭四众，不仅击溃关羽的援军，还打破了襄樊外围的包围圈。腹背受敌的关羽被迫下令撤军回援，却因军心涣散，兵力不足，只能率领残部退守麦城，今湖北当阳东南。孙权见关羽已成困兽，派人前往麦城劝降。关羽为拖延时间，假意应允，暗中在城墙上遍插旗帜，布置稻草人伪装坚守，自己则率少数精锐趁夜从小路突围。但孙权早已预判到他的逃生路线，提前派潘璋、马忠在临莒（今湖北远安）设下埋伏。最终，关羽与长子关平在临莒被马忠擒获。面对孙权的劝降，关羽宁死不屈，最终与关平一同被斩杀，一代名将就此落幕。为了嫁祸曹操，平衡各方关系，孙权将关羽的首级送往洛阳。
曹操识破其意图，以诸侯之礼将关羽首级安葬于洛阳（今关林），而关羽的身躯则被孙权安葬在当阳（今当阳关岭），形成头枕洛阳、身卧当阳、魂归谢州的格局。回溯关羽失荆州的全过程，其悲剧并非偶然，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必然结果，核心可归结为3个层面。首先是关羽自身刚而自矜的性格缺陷，这是导致危机的内在根源。《三国志·关羽传》明确记载其性格的两面性：善待祖武而骄于士大夫。他对麾下士兵体恤有加，行军时与士卒同食同住，士兵受伤则亲往探望，赏赐医药，甚至将自己的衣物分给冻馁者，因此深得底层将士拥戴。但对士大夫阶层，尤其是出身寒门或降将背景的官员，却带着难以掩饰的傲慢，对刘备派来协助的谋士廖化，因出身低微常遭轻慢，对在荆州士族中威望甚高的智忠潘逊，也始终以武人视角轻视其谋略。最致命的是对糜芳、傅士仁的态度。糜芳虽为刘备姻亲，却本性怯懦，缺乏军事才能，关羽却将镇守江陵的核心重任交给他，既未对其进行能力培养，也未在其犯错时给予容错空间，反而以斥责威胁施压，最终将二人推向背叛的边缘。关羽习惯以强者视角评判他人，看不到糜芳的惧世不安而非不服，看不到傅士仁的懈怠是能力不足而非故意抗命。这种缺乏反思的刚硬，让荆州统治集团上下离心，为吕蒙偷袭埋下了致命隐患。其次是战略布局的失衡，让关羽陷入孤军深入的绝境。刘备集团的核心战略是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规划的跨有荆、益两路出兵，但汉中之战后，益州兵力损耗严重，民生疲弊，刘备无力抽调兵力支援荆州，诸葛亮需留守成都稳定后方，也无法前往荆州统筹战局。关羽仅凭荆州一隅之地发动大规模战役，从始至终面临后援匮乏的风险。更令人扼腕的是，当关羽向近在上庸的刘封、孟达求援时，二人竟以山郡出附，未可动摇为由拒绝。这背后既有上庸心定、不宜轻动的客观因素，更有私人嫌隙的影响。此前关羽曾向刘备进言，认为刘封作为义子身份特殊，若权势过大会威胁亲生子刘禅的继承权，建议加以抑制。这一番话传到刘封耳中，让他对关羽心怀不满。而关羽求援时仍未放下老臣长辈的身段，未以平等姿态陈述荆州的重要性，反而可能以施压口吻催促，最终错失最后一丝获救机会，彻底陷入无援之境。最后是孙刘联盟的破裂，为荆州之失提供了外部推力。荆州归属本就是孙刘双方的核心矛盾，湘水划界只是暂时搁置争议的权宜之计，而关羽对联盟的轻视与破坏彻底激化了矛盾。孙权曾主动派人向关羽提亲，希望儿子迎娶关羽之女，以联姻巩固联盟，却遭到关羽虎女安肯嫁犬子的辱骂。在关羽眼中，孙权的江东基业靠父兄遗留，并非像自己与刘备那样白手起家，因此从心底里轻视孙权，完全忽略了联姻是维系政治联盟的重要手段，将一场关乎战略利益的外交事件变成了个人尊严的较量。这番羞辱让孙权对关羽的怨恨达到顶点，最终下定决心背弃联盟，与曹操联手偷袭荆州。正是性格缺陷、战略失衡与联盟破裂的三重叠加，让关羽从威震华夏的巅峰迅速跌落，不仅自己落得殒命的结局，更让蜀汉失去了东出中原的重要基地。
彻底改写了三国鼎立的格局。关羽败亡的消息传至成都，蜀汉举国震惊。对于刘备而言，这不仅是战略上的重创，更是情感上的灭顶之灾。与他恩若兄弟、同床共寝30余年的股肱之将，竟身首异处，荆州基业一朝倾覆。据《三国志·先主传》记载，刘备悲痛欲绝，复仇的怒火超越了一切理性考量。尽管赵云谏言国贼是曹操，非孙权也，应先行伐魏，则关东义士必果粮策马以迎王师。诸葛亮也深知与东吴开战将士北拒曹魏，东和孙权的战略彻底破产，但刘备已无法听劝。公元221年4月，刘备在成都继皇帝位，7月便不顾群臣谏阻，亲率大军数万，以为关羽报仇为名，执意东征孙权。孙权前时请和，刘备盛怒之下一概拒绝。这场复仇之战，初期势如破竹，蜀军先锋吴班、冯习连破吴军，占领秭归，深入吴境。然而复仇的怒火也蒙蔽了刘备的军事判断。次年闰6月，急于求成的刘备于夷陵一带山地中连营数百里，犯下兵家大忌。东吴都督陆逊以火攻反击，火烧连营40余寨，蜀军土崩瓦解，尸骸色降，舟船器械一时尽失。刘备仅以身免，狼狈退守白帝城。夷陵之败，是继荆州失守后对蜀汉的又一次致命打击。他几乎耗尽了蜀汉积累多年的精锐力量，使诸葛亮隆中对的北伐蓝图彻底沦为泡影。刘备亦因此意心力交瘁，于公元223年病逝于白帝城。从关羽被杀到刘备病逝，短短3年间，蜀汉为这场复仇付出了帝王之命与国运衰落的惨痛代价。这一切的起点正是关羽的陨落。他的一生以忠义勇武深刻影响了蜀汉的崛起，其败亡也如同巨石投湖，激起的波澜最终吞噬了刘备，彻底改写了三国的历史走向。关羽死后，其家族在蜀汉与东吴的后续发展中也有明确记载。据《三国志·关羽传》及裴松之注引蜀记，关羽次子关兴在蜀汉官至侍中、中监军，继承了壮缪侯爵位，深得诸葛亮器重，可惜英年早逝。而在东吴方面，关羽的部分亲属因荆州失守被俘，其中关羽之女及孙权求亲之女下落未详，但据《三国志·吴书潘璋传》，擒杀关羽的将领马忠，其部下曾俘获关羽的部分家眷，后被孙权安置在吴地，未加迫害。这一安排既是孙权对关羽忠义的隐晦尊重，也暗含安抚荆州人心的政治考量。西晋史学家陈寿在《三国志》中特意为关羽单独立传，与张飞、马超、黄忠、赵云同列五虎将传记，且篇幅最长，足见其在汉末三国历史中的重要地位，也从侧面印证了他威震华夏的影响力并非后世虚构。关羽的一生是汉末乱世中忠义与勇武的鲜活注脚，他以万夫不当之勇辅佐刘备，奠定蜀汉基业，于白马坡刺颜良于万众之中彰显绝世战力，以挂印封金、誓归救主的气节，成为后世义的标杆。但这位传奇将领的人生，又因性格中的刚而自矜走向悲剧。荆州之失不仅让他身首异处，更彻底改变了三国鼎立的格局。正史中，《三国志》作者陈寿对关羽的评价堪称史家之笔，客观辩证。关羽、张飞皆称万人之敌，为世胡臣。羽报效曹公，非亦是严颜，并有国士之风。然于刚而自矜，
非报而无恩，以短取败，礼数之常也。这份评价须置于特殊的历史语境中解读。陈寿原为蜀汉官员，入晋后修史既须恪守实录传统，又需兼顾晋朝成魏统的政治立场，因此他既不回避关羽降曹的史实，也不夸大其忠义，而是以国士之风肯定其品格闪光点，以刚而自矜点出其性格致命伤。尤为关键的是，陈寿将关羽与张飞合列为关张马黄赵传之首，且置于蜀汉武将传记的开篇，这一编排绝非偶然。一方面，二人是刘备集团从龙最早、功勋最著的核心将领，寝则同床，恩若兄弟的情谊贯穿刘备创业史中。另一方面，这种关张并称的体例，也为后世关张忠义文化形象的形成埋下了正史层面的正统伏笔。另外，陈寿对关羽汉寿亭侯爵位的记载格外审慎，他仅客观记录曹公己表封予为汉寿亭侯，未加任何价值评判，既避免了触及蜀汉正统性的敏感问题，也体现了不溢美、不隐恶的实笔中立。关羽的魅力正在于这种非完美英雄的真实感，他有国士之风的高光，也有刚愎自用的缺陷。这种复杂性让他超越了普通历史人物，在后世千年中逐渐从凡人将领升华为精神符号。北宋以来，关羽的形象历经官方推崇、民间信仰、文化演绎的三重塑造，最终成为跨越儒、释、道三教，贯通朝野的全民神奇。其背后是不同时代对道德偶像的精准需求。历代统治者对关羽的推崇，本质是借其形象强化统治秩序的政治选择，且随时代需求调整内涵。北宋内忧外患，急需忠君报国的精神象征，关羽的君臣之义与气节契合需求。宋哲宗首封其显烈王，将其升为官方祭祀对象；宋徽宗加封为义勇武安王等，纳入武成王庙从祀，借抬高忠义，引导武将忠君，规避藩镇风险。南宋偏安，面临外敌压迫，关羽被赋予抗金象征，封号升级为壮庙义勇武安英济王，祭祀升为国家祀，成为军民抗敌的精神支柱。元朝已以汉治汉为策，关羽成为消解民族隔阂的符号，全国建关庙，将其祭祀纳入官方礼制，借汉族认同的忠义偶像弱化抵触，强化统治合法性。明朝实现关羽从王到帝的跨越，明太祖虽暂废王爵，视为重构礼制，明成祖将关羽祭祀绑定皇家，明神宗两度追封，首称其地，与孔子并列为文武二圣。此外，关羽形象还契合新学制良知与民间商品经济的契约精神，成为道德标杆。清朝对关羽的推崇达顶峰，且全民化、系统化。皇太极入关前就修关庙，凝聚军心，顺治封其忠义神武关圣大帝，将关庙祭祀列为国家宗祀。后世帝王累加封号至26字，县县有文庙，村村有武庙，将关羽故事纳入教育与司法教化，使其从官方偶像下沉为全民信仰。民间对关羽的追捧更显生活化、多元化。魏晋南北朝战乱时，百姓借关羽的勇武忠义寻求安全感。唐代荆州百姓见玉泉祠，祭拜祈求平安。明清商品经济繁荣，商帮奉关羽为武财神，既以其忠义规范诚信经营，又借其勇武祈求旅途平安，商号会馆多设关庙。此外，农民视其为祈雨神，手工业者奉其为技艺守护神，民间纠纷也以其为见证。关羽成为民众寄托美好生活向往的贴近形象，使其崇拜千年不衰。
关羽形象的传播离不开历代文化人的演绎，从正史的简洁记录到诗歌、绘画、戏剧、小说的丰富加工，关羽逐渐从历史真实走向文化经典。唐代文人已开始关注关羽，杜甫在丹青引赠曹将军坝中借将军画善盖有神，偶逢家是以写真侧面提及关羽画像的流传，反映出关羽形象已进入文人视野。画家吴道子绘制的关羽像，以红面长髯、威风凛凛的形象，奠定了关羽的视觉范式。宋元时期，话本、杂剧等通俗文学兴起，关羽成为热门题材。元代关汉卿的关大王独赴单刀会，以戏剧形式重构单刀赴会的故事。剧中的关羽不再是正史中据理力争的将领，而是手持青龙偃月刀、怒斥鲁肃的忠义化身。通过大江东去浪千叠的唱词，凸显其豪迈与胆识。另一部杂剧《关云长千里独行》则演绎了千里走单骑的故事，虽与正史中的简洁记载不同，却通过过五关、斩六将的情节，强化了关羽忠义与勇武兼备的形象。这些杂剧不仅丰富了民众的文化生活，更让关羽故事突破文人圈层，走向普通百姓。元末明初，罗贯中在吸收正史、话本、杂剧的基础上，创作《三国演义》，对关羽形象进行了艺术化升华。小说通过桃园三结义、温酒斩华雄、华容道义是曹操等情节，将关羽塑造为集忠、义、仁、勇、信于一身的完美英雄。尤为关键的是，《三国演义》通过青龙偃月刀和赤兔马等符号化元素，以及红面长髯的视觉形象，让关羽从文字描述变为可感可知的文化符号。这部小说的问世，彻底改变了关羽的传播格局。它让关羽形象从正史典籍走向通俗文学，从官方祭祀偶像走向全民精神偶像，其影响力远超任何一部作品。关羽能成为全民信仰，核心在于被儒、释、道三教共同吸纳，成为跨宗教的精神符号。佛教为融入本土，主动将关羽纳入体系。据佛祖统记载，隋代智彧大师在玉泉山弘法时，传关羽愿皈依佛法，守护伽蓝，遂被封为护法伽蓝菩萨。这一传说虽为神话，却让关羽成为佛教本土化象征，信徒视其为护持佛法、驱邪避凶之神。不少寺庙设关圣伽蓝殿，与韦陀并列，为其信仰赋予宗教正统性。道教对关羽的吸纳更系统。明代张三丰关圣帝君出身至将关羽生平与道教修仙结合，称其死后升仙，受封关圣帝君。清代更将其列为雷部天神，掌风雨雷电，斩妖除魔。道教还为其构建完整神仙体系，使他兼具护国保民与护佑科举职能。考生考前祭拜求文运，扩大了信仰覆盖人群。儒家虽不奉关羽为神，却将其纳入道德体系，尊为忠义化身。宋代后理学兴起，关羽忠义被解读为忠君爱国、恪守纲常。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以其事归刘备阐释陈氏君以忠，李治续焚书称其千古忠义第一人，将其与孔子文圣并列。明清时多地文庙设关羽祠，以其为文武兼修典范教化学子，让关羽信仰与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深度绑定，成为三教共尊的关键。关羽的影响不仅局限于中国本土，还随着华人迁徙传播到东亚、东南亚等地。在朝鲜半岛高丽王朝时期，《三国演义》通过商传传入，朝鲜国王下令修建关庙，将关羽祭祀纳入官方礼制，甚至在朝鲜军队中，
关羽被视为战神，出征前需祭拜。在日本江户时代，《三国演义》被译为日文，关羽形象深受武士阶层推崇。武士们以关羽忠义为信条，追求士道精神。许多藩主还在领地内修建关庙，定期举行祭祀。在越南，关羽被称为关圣帝君，皇室与民众共同崇拜，关庙遍布各地。在东南亚的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泰国等国，关羽是华人社会的精神纽带。早期华人下南洋时，多面临生存困境，他们以关羽忠义为信条，团结互助，建立同乡会馆。几乎所有华人会馆中都设有关庙，成为华人聚会议事的场所。在春节、端午节等传统节日，华人会前往关庙祭祀，祈求平安与顺利。甚至在商业活动中，华人企业仍以关羽忠义为企业文化，强调诚信经营。这种关羽信仰不仅是华人对传统文化的坚守，更是在异国他乡构建身份认同的重要方式。时至今日，当我们再次凝视关羽这一历史坐标，其身上蕴含的忠义内核、诚信底色与担当精神，依旧能与当代社会产生深刻共鸣。从道德维度看，他挂印封金祠曹营的重诺守信，恰是对现代社会诚信建设的生动注解。他是与刘备共死生的信仰坚守，也为人们在浮躁环境中锚定初心、不越底线提供了精神参照。而他因刚愎自尽失荆州，舒曼盟友之孤立的教训，更像一面镜子，警示我们在团队协作中需放下傲慢，倾听差异，以包容沟通凝聚合力，而非以个人棱角割裂集体。从汉末疆场刺颜良于万众的铁血猛将，到穿越千年时光，被儒释道三教共尊的精神符号，关羽的魅力从不在完美无缺，恰恰是那份忠义与傲慢交织、辉煌与陨落共生的真实，让他跳出了冰冷的历史典籍。他有英雄的高光，也有凡人的缺憾，有理想的坚守，也有性格的局限。这份不完美，让他更贴近每一个在现实中追寻价值的普通人，最终超越了时代的边界，成为历史精神图谱中一道关于何为英雄的永恒注脚。历史从未远去，它在声音中回荡。我是深入历史，我们下期再见。